位首相又要换了。10月4日，人称安倍女孩的高市早苗险胜废话县人小泉进次郎，当选自民党党魁，有望成为首位女首相。哎呀，这姐们太抽象了啊！她反对女天皇，反对已婚女性保留婚前姓氏，自称偶像是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外交主张对韩强硬，宣扬东大威胁论，要夺回俄罗斯占的北方四岛。2014年担任总务大臣时，还大力推荐希特勒的选举战略一书。等到10号啊，合作25年的自公联盟宣告破裂，公民党单方面怒退联盟，首位女首相危。一片混乱中，进入退休倒计时的石破茂公开发表战后80年个人见解，只有正视历史，才有光明的未来。大家好，我是恨死马克龙的星辰。是的啊，前有米莱，后有冯德莱恩，现在又来个高市早苗，咱这频道都快成神人 TV 了。本来啊，我给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贺表都写好了，毕竟她的当选称得上万众归心。都道府县47票拿了36票，体现日本主流民意。对岸哇哇也欢声一片，因为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是他提的。咱这边呢更是一言为定，双喜临门。没想到他整出了一连串幺蛾子，转发加点赞，这就是首相听日本说。正所谓啊，识破地磁城，总裁竞选众生门，全部是神人。众所周知，动漫是日本文化的支柱，历任首相都会亲自 cos 推广，如安倍桑的超级马里奥，还有石破茂的魔人布偶。但别人是 cos， 咱今天的主角妥妥的就是照着画的本尊车力巨人。开个玩笑啊，其实人年轻时颜值挺好的。相比于政治世家的冯德莱恩，四世三公的小泉进次郎，高市出生于奈良一普通家庭，酷爱摩托车，大学时爱玩摇滚，曾是狂热的重金属乐队鼓手，还经常敲断鼓棒，四舍五入也算个搞艺术的。毕业后考入日本政界的黄埔军校松下正经塾，获得从政敲门砖，之后又赴美深造。1993年杀入政坛，当选众议员。1996年加入自民党，2006年被招入内阁，在安倍桑的大力提携下，历任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经济产业副大臣，还破了总务大臣任期纪录，堪称小镇做题家王中王。但是他在党内的地位就好比韩国的天气预报主播，而日本议会选举靠啥呢？岸田派、麻生派、安倍派，对，门阀。2021年高市早苗败给岸田文雄，2024年又败给石破茂。这次的对手小泉进次郎想必大家都不陌生，除了发现伟大定律1+1=2的聪明头脑，这位少爷为了打造亲民形象呢，曾坐在2000万的轿车里吃吉野家牛肉饭，还自个儿拍照发推宣传，我把车停在国会广场上，吃了牛肉饭我要去开会了。不过即便他再抽象，架不住上面有人呐，背靠前首相老爹的政治门阀，坐拥请大日本帝国国民集体吃谷米，压制米价，以及9月以维护党内团结亲自逼宫石破茂下台的从龙之功。就问你王炸在手怎么输？是的，小泉也感觉自己赢定了。于是日媒还爆出投票前一晚，哥们半场开香槟，在众议院议员宿舍举办庆功宴，现场笑声一片。只能说高市和小泉这俩神人 PK 完全就像春晚小品呐！女士们、先生们，大家静一静。现在我宣布，2025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选定仪式现在开始。二位老人请听好，哪位首相对日本贡献最大？安倍。谁的贡献第二大？死掉的安倍。什么倍？7倍。好，请继续听题。一位姓山本的网友说呀，他刚刚喜得贵子，想让大妈和大叔在现场给他的孩子起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山本五日，文雅但不够响亮。山本一仙人，响亮但不够文雅。山本五日一仙人。哎呀，这道题出得更好啊！大叔大妈听好，遭罪。这道题啊，是这个网友给咱们仨出了一个问题，让主持人在现场呢做一套动作，然后让你们二老猜这是什么运动。注意啊！什么运动？煮饭。不是。洗澡。
咋连这玩意儿都不懂呢？很明显这是太极呢。对，太极他都做的明显就是煮饭，怎么会是煮饭呢？这不洗米、啊淘米，一看谷米，一看不谷米，不吃了。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我们这个问答这个部分呢，就算结束了。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给他们2位选手最后一次陈述，为自己最后拉一下选票啊！咱们来。Thank you。哎昨天晚上我的老领导安倍叮嘱我安倍都快上学了，干啥玩意儿？做梦了，怎么的不许呀？做梦是。安倍说：“小苗呢？首相大位非你莫属，谁要是敢跟你争这个首相的位置，我和天皇就把他带走。”那高市早苗是怎么选上总裁的呢？首先是小高的个人天赋，特朗普的口号是 MAGA， 为了跟上潮流，高市早苗也搞了个竞选口号 Japan is back。前一秒还在爱日本，扭头转洋文，然后整了个我这辈子都想不出的缩写。其次他争取到了党内大佬麻生太郎的支持。7月的选举中，自民党执政联盟在参众两院全部丢掉多数席位，原因呢？不知道。反正自民党内部认为是民众觉得他们不够优。巧的是高市恰好是强硬派，除了开头的远交近攻，这位大姐呢还是厕所常客。2007年加入安倍内阁后的12年里，14次参拜靖国神社，几乎都是以内阁大员的身份。高市一生的爱好莫过于去厕所，这就是成语高深莫测的来源。不仅如此，9月的参选发布会上更是暴论频出，什么要求东大无条件释放日本间谍，要求联合国改革，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请求美国允许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改名国防军，并大幅提高军费，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怎么说呢？我上次这么异想天开，还是梦到先买保时捷再提法拉利，正在纠结买不买1000万大别野，结果我那40平破公寓没开空调，给我热醒了。你瞧，听到这里各位小伙伴估计已经开始期待他整个大活。早苗咱可是选举里赢出来了，精神点，别丢份儿啊！那么等待日本的是一路向右了吗？正所谓一把老枯骨，半截都快入了土，最像250。前面说了，小高能当总裁，少不了麻生的鼎力支持。问题在于首相还没任命呢，麻生太郎也在办场开香槟。85岁的他不辞辛劳，亲自出任自民党副总裁，还给本派的各路老登广封高位，名单都被媒体拿到了。4大职位一半是麻生派，新任干事长更是麻生小舅子。日本民众当场绷不住了，演都不演了是吧？这简直是麻生傀儡政权。小提一嘴麻生太郎是真正的大佬，出身4世3首相的门阀大族，高祖是明治维新3杰之一大久保利通，外祖父是2战后首位日本首相吉田茂。吉田茂的长女有个堂兄叫岸信介，岸信介有个外孙叫安倍晋三。别急，还有呢，麻生的岳父也是前首相，他妹妹又嫁给了明仁天皇的堂弟。对了，麻生家族还是9州著名财阀，但麻生此人堪称自民党灾星。2009年把自民党干下，也就是他的杰作。为啥呢？因为他朋友比较多上台后疯狂提拔朋友，18位阁臣中提拔了11位世袭议员，还有2个一二代梦回德川幕府的，属于是人送外号公子内阁。最后惹得民间舆论爆炸，选举惨败，创下自1993年以来自民党时隔13年第2次下野的好成绩。此人还极其口无遮拦。2013年身兼副首相和金融大臣的他语出惊人，希望老人快点死来节约医疗费。2016年再爆金句，我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90岁的老人表示担心自己的未来，我想知道你还打算再活多久？而此时麻生也已经76了，很喜欢弹幕的一句话更离谱的是闹出这么大丑闻，他依旧从2012年干了10年副首相屹立不倒，这都不能叫赢麻了，准确讲是麻赢了。也难怪麻生为人嚣张，甚至还诞生了一个名场面，在国会翘2郎腿，恨不得脚伸到天花板上。不是你一把年纪的老头这样坐着不累吗？好消息是高市早苗也是个抽象派别误会他没有办场开香槟，而是在胜选致辞演讲上直接来了一番牛马工作论。今人数少ないですし、
もう全員に働いていただきます。馬車馬のように働いていただきます。私自身もワークライフバランスという言葉を捨てます。働い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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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ります。听完这话，旁边刚交拳的石破茂心情跟拜登似的，瞬间不瞌睡了，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当场化身阴阳师。高市新総裁の下で、あそこまではっきりワークライフバランスやめたって言われると大丈夫かいう気がせん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ありますが。有一说一啊，就日本这个倒三角的人口年龄结构，别说牛马了，得人均奥特曼才够。虽然出身不富贵，大腿棒得对，党内有后台，天上有安倍，但就在高市意气风发等着上任首相时候，我的毒奶开始发力了。铺垫下基础信息，日本政坛规定，一个政党需要在众议院获得233席才能单独执政。为了让地位更稳，票数更多，执政党都会拉上几个小弟，而自民党的小弟就是1999年开始联合执政的公明党。自诩和平之党的公明党作为关键少数，一直扮演执政联盟的刹车角色。如2015年安倍政府要求解禁集体自卫权时，公明党就强烈反对。然而高市早苗一上台，以一己之力让这位合作25年来的挚爱亲朋当场破裂，这也成了10几年来日本政坛格局的最大拐点。弹幕里的吴彦祖和迪丽热巴可能要问了，为啥呢？因为就在4号高市当选总裁后，居然首先跟国民民主党党首私下会谈，这也让公明党的不信任感激增。此外，面对盟友，公明党对联合执政提出了3条底线，前2条分别是禁止参拜厕所，不能敌视外国人。这俩主要是针对高市，这位大姐不仅是厕所常客，9月24日还整了个狠活。奈良の女としては奈良公園に1460頭以上住んでいる鹿のことを気にかけずにはいられません。そんな奈良の鹿をですよ、足で蹴り上げるとんでもない人がいます。外国から観光に来て日本人が大切にしているものをわざと痛めつけようとする人がいるんだとすれば。而朝日新闻立马向奈良负责人了解情况，发现压根没发生过提路事件，啪啪打脸呢。为了排外，已经是睁眼说瞎话了。公明党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是，不准让涉嫌黑金丑闻的议员入阁，并加强政治黑金监管。众所周知，国外没有贪污，只不过嘛，2023年11月，自民党内被爆出黑金丑闻，多个派阀被爆出要求下属国会议员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当然了，为了确保老爷们的销售积极性，还设置了奖惩并行的 KPI 制，只要你卖得好，交够国会的，留足党派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啥？担心被查？嗨，多卖的资金我们直接以回扣形式返还，且回扣部分不会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不受监管，保你高枕无忧。仗义吧！从2018年到2022年，涉案议员超85人。随着舆论不断发酵，自民党5大派阀黑金丑闻备受攻击，全部解散啊！连带盟友公民党选情低迷，这也成了日本政坛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极其恶劣的一次大地震。其中，安倍派的古川民一在记者追问下，还诞生了一个名场面。ですから私が悪いって言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悪いですってごめんなさいってやめてきたんですから、それで理解し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ってるじゃない。まあこれ以上言うんだったら死ぬしかないね。死ぬしかないね。嘿，您猜怎么着？对于最重要的监管政治黑金，高市的态度一直是等等再等等。公明党等啊等，就等到了因黑金丑闻下台的议员笛生田光一重新被任命为干事长代理的好消息。只能说日本政坛这群重治真的是白眼路。小踢嘴啊！去年笛生田光一刚因黑金丑闻被党内处分，但检方以证据不足为由不起诉，但认为他的秘书存在销毁证据等不法行为，必须诉讼。之后的众议院选举中，笛生田光一没有拿到自民党的提名资格，最终以无党籍身份当选众议员。当年自民党给这些丑闻候选人每人提供了2000万竞选资金。你以为这就完了？10月8号，高市早苗与公民党党首会面谈判。9号，他就在电视节目中对笛生田光一
的任命表态，我故意的啊，这是向党内发出信号，不能让任何一个人闲着，要人尽其才。面对如此起点输出，10号国民党果断宣布我不等了，分手。这一下好了，日本政坛规定，一个政党需要在众议院获得233个席位才能单独执政，丢掉没有的24个席位，自民党只剩下196席，图啥呢？图95呗。经常当议员的都知道，日本国会众议院共有465席，自民党只有196席，理论上立宪加维新加国民民主党联手就210席。就在自公联盟解体后，11号立民党党首前首相野田佳彦也公开喊话，我们呼吁在野党携手共斗，并愿意推举国民民主党的玉木雄一郎出任首相。要知道，立民党是拥有148票的最大在野党，而国民民主党是只有27席的第3大党，可谓诚意满满。随后，国民民主党代表玉木雄一郎也跳了出来，我干啊！我已经做好当首相的准备了。估计很多人知道这位仁兄还是几个月前放话，民众吃的政府储备米再过1年就是牲畜饲料了。其实他最知名的战绩是去年被拍到与性感女模小泉美雪酒店密会。小泉美雪自2019年起担任高松市观光大使，这里恰好是玉木的选区，两人经常以出席活动为由秘密约会，最后演变成了床上观光。按说郎才女貌不是好事吗？怎么能搞成这样呢？因为玉木虽然没意见，但他老婆不答应。事发后，他含泪向家人和民众道歉：红的すみません，都怪我心里太脆弱，才会一时出轨。从今往后，我要回归家庭。最终，玉木雄一郎光速与女模特切割，被重罚停职3个月。说回本次首相大选，他的态度是绝不会为了赢得首相职位牺牲基本政策。而立民党和国民党双方在减税、重启核电、安保方面政策完全相反，而且高市早苗已经给了玉木雄一郎出任新内阁财政大臣的筹码。于是围绕首相谁来当，日本朝野分帮划派展开激烈攻防战。最尴尬的肯定是把老盟友逼走的高市。眼看大位不保，从13号开始，自民党开始与所有政党接触，高强度收破烂，属于只要你有个席位，不管何方牛鬼蛇神，咱都能拉个群聊。如因为太 low 没人在乎的保护国民免受 NHK 伤害党，还准备拉拢今年异军突起的极右翼参政党，来个右大联合。关于这个逆天参政党，咱们之后单出一期细聊啊。自民党内部呢，则提了个总分离，要不让石破茂接着干首相，高市早苗你当好总裁就行，或者索性重新总裁选举。但是16号维新会突然宣布与自民党达成共识，有了维新会的30多席，局势再次反转。唯美中不足的是，维新会也知道高市的处境，足提了12个条件。立法将维新会大本营大阪设为国家副首都，2位以上的维新成员加入内阁，还有取消食品消费税2年。现在乐子来了，抛开日债占 GDP 比例高达 236.7%， 继续发钱可能导致危机。此前合作25年的公民党也只有1人入阁不谈，副首都一旦成立，一堆国家机关要搬到关西，大阪议会形同副国会，届时东边一个东京国会，西边一个大阪国会，政局倒退回德川家康的官员合战前了，属于是啊。另一边呢，高市早苗也是关西出身，政治光谱也用，基本盘与维新会高度契合，这无疑是在拆自己的台。而且维新会也针对黑金，要求彻底禁止企业团体现金，等于断了自民党的财路和根基。10月20号，自民党与维新会正式达成共识。21号，高市早苗上任第1女首相，自民维新联盟也成了战后日本最保守的右翼联盟政府，势必朝着保守化、军事化加速迈进。双方联盟最关键的一点是，自民党答应维新会年内削减 10% 国会议员名额，而维新会主动放弃入阁，采用同居但不领证的格外合作模式，这又注定是脆弱联盟。自己把自己逼入绝境的高市，为了不惜一切当上首相，还向维新会让渡了大量的权益。党内的关系议员能否保持一致，首相大位能否做得安稳，这场大戏才刚刚开幕。我有一计，请日本静听，要不你们也别选首相了，直接让皇太子悠仁兼任首相，大政奉还，尊王攘夷。
此外，刚刚上台的高市还面临一大考验。早在6号首相任命还没确认，川皇已经提前为他加冕。日本选出了第一位女首相，这是备受尊敬、智慧与实力兼备的人。她的当选对日本是极大的喜讯。随后，拳皇财长贝森特和白宫新闻秘书也附和祝贺。原因很简单，美国一直催促日本尽快兑现贸易协定里投资美国5500亿的关键条款。9月双方已经签了备忘录，但投资细节目前仍悬而未决。石破茂一会儿倒苦水和稀泥，一会儿又说有意向辞职，等到3辞3让后真跑了。10月27日，川皇还要访问日本会见天皇，并与新首相会面。现在问题来了，卖国条约他总得有人签不是？此处我有一联，上联平生不修善果，唯爱参拜厕所；下联忽地当上总裁，结果山雨欲来。2012年，媒体还打出大标题：日本政坛混乱，7年7个首相，直到安倍2次上台，成为战后日本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政治长期稳定。安倍经济学更是一度让失去了30年的日本重燃希望。然而奈良的一声枪响，彻底终结了安倍时代。安倍下台后5年举行了6次首相选举，日本政坛再次陷入战国时代。在美日关税条约签订后，日本还在面临广场协议后最大的丧权辱国的大放血。历史不会总是提醒我们身处在哪个时代，但每个时代的开始与结束总会有标志性的事件出现。多年以后，面对行将崩溃的经济与走马观花的政坛，或许日本人民将会想起奈良街头那一声枪响的那个遥遠的上午。しかしこの当時の日本のこの軍閥なりそういう指導者のやってきたことについてはね、これは今から考えてみますとね、やっぱり大きな誤りを犯した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に言わざるを私は得ないと思います。高市さん、総理大臣という地位にある人は50年前の政権の決定を断罪し、その決定による戦争を支えた納税者や尊い命を捧げられた人々のしたことを過ちと決める権利があるとお考えでしょうか。果たしてそこに至るまでの国民的な議論があったかどうか、それから何をもって侵略行為というのか、何が過ちなのか、この辺が明確に見えないとですね、勝手に代表して謝ってもらっちゃ困ると私は思うわけでございます。